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运用 SolidWorks 曲面建模呢，绘制出宝可梦皮丘，并且呢未来做 3D 列印把它制作出来。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做呢？那先前有看过这类公仔的教学的呢，会有一个概念，我们是使用粘土及灯笼的方式呢，建立出这样的外形出来。所以我们的外形呢不是一次就做出来，而是分好几个阶段把它做出来。那中间呢，运用的一些圆角或是一些特征呢，把它辅助一些外形，让它修饰一点。那这里呢，最主要是运用了边界填料做出它的外形，以及圆顶啊，或是扭转等等的来去辅助，最后呢来做加厚以及加厚除料，做一些小细节的特征的部分。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首先呢，我们要先把头型给画出来。那这里呢，我不会讲得太详细。那这部分呢，是告诉大家它的做法是什么，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草图是什么。用这种方式，用这种概念呢，带大家来知道说，怎么样画出这样的外形。那首先呢，我们使用的边界填料画出它的头型。那头型这里呢，我们是使用了草图图源呢来做一个参考。那这边呢，我显示一下给各位看一下。这里呢，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图片呢，插入这个草图进行了草图图源来做参考。那这边因为只有一张图片，另一个方向呢就要留给各位去做一个空间发挥想象力，做出一个立体的形状出来。那我这边我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图，是这样子的。方向1是这样，方向2呢，做一个导演曲线，好像灯笼一样，把它做出这样的外形出来。那这边呢，你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可以再去调整它。那这边就让大家尝试一下。再来呢，我们做出了耳朵的地方。那耳朵的话，这边呢，我们使用的是深长填料。一开始做出来它是平面的。那这里呢，不用太厚。因为其他的部分呢，我们要用圆顶呢来辅助这个耳朵的外形。那我们就做出了圆顶。那这里圆顶呢，我就把这个地方呢，我进入了编辑特征，让大家看一下。那这里呢，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用这个方式，连续的圆顶是没有打勾的。那这边呢，左右都是一样的做法。因为这里的耳朵呢，它不是对称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画2次。当然你也可以去修改它，把它画成对称的也没有关系的。那这边我就省略跳过。那再来呢，我们就要做了脸部的特征。那脸部这里呢，我们先运用了偏移0的曲面呢，再做曲面修剪。那这里我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图。草图是这样子那这里也是参考了草图图源把它做出来，所以是相当轻松的。做完之后呢，我们再用后面把这些特征呢给它做加厚的动作。加厚完之后呢，我们再做一些圆角的去修饰它。试完之后，我们眼球的地方以及其他的特征呢，一样用这种方式去做它。那这边我就省略跳过因为这边的做法呢，跟眼睛还有嘴巴、鼻子的地方是一样的。像这样子做出了眼球内部的一些特征出来。那做完之后呢，我们一样再去做偏移跟修剪的动作。我们要做出两侧它的脸颊这边的一个外形。那这边跟做法跟眼睛是一样的，我一样是做跳过的动作。那这边就让大家去尝试它。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出的地方是耳朵的地方。那耳朵这里一样，我们去偏移0的曲面，然后做一个曲面的修剪。那这里我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图，是画出这样的一个外形。那这边一样去参考草图图源就可以做出来了。那这边我们做完之后呢，再去做一个修剪的动作。那这边给各位看一下。那这里呢，是做了2次。那这边前面跟后面是做分开的动作，我给各位看一下。那这里是分开来的。做了2个曲面的修剪。那这里呢，做完之后，我让这2个是把它缝制在一起，让它变成是一个曲面的。那这里让大家看一下。进来之后，我修剪完，让这2个呢，缝制在一起。那这里呢，就会变成一个曲面本体。我这边显示一下，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像这样子，我把这里隐藏起来。像这种形式，我让这里呢是一个曲面本体，然后用这个曲面本体呢来做一个加厚，让它变成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外形出来。那这里呢，我们会方便在未来在做
涂颜色，3D 列印之后涂颜色呢会比较轻松一点。那这里呢做法一样，做完之后呢，我让它做一个加厚的动作。像这样子，它这边黑色的地方就会是凸起来的。那做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再用弯曲指令呢来辅助这两个耳朵稍微往前去做一个弯曲的动作。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指令。那这里留给各位去设定，如果你还不清楚的，可以到弯曲的指令篇那里都有详细的解说。最后呢，我们再把头型结合起来。那这里呢，前半部的头型的画法我们就已经完成喽。那各位呢，先尝试到这里咯。接下来呢，我们要画出皮丘的身体。那这里呢，我们画皮丘的身体相对就会轻松很多因为刚刚我们在画头型的时候花了比较多的时间。那这里一样用边界填料呢，把这个形状做出来。那这里呢，它的边线呢，我们可以去参考草图图源把它做出来。那这里我显示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是方向1的草图，这4条都是分开的是这样的形式，给各位看一下，左右是对称的。那这里呢，再画的导引曲线像灯笼一样把它编织在一起。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外形出来。那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偏移曲面的动作，因为要把身体的这个地方呢外形给做出来。那我们就偏移了一个曲面出来，那偏移量是0。那这里呢，我们在做曲面的修剪，修剪完之后像这样的形式。修剪完，我们再做第2次的修剪，去修饰一下它的外形。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做这里呢？是因为我们在做边界填料的时候，像这里上半部的地方呢，它的曲线是比较不平滑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修剪的时候，上半部这里应该要把它修剪掉。我把这个头呢给它先隐藏起来，各位会比较清楚一点。像这样子，这个地方呢是比较不圆滑的，所以我们在做加厚的时候会产生错误，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把这个地方修剪掉，因为这里也被头型盖住了，所以是看不到的所以呢这边我们再做一个加厚的动作给各位看一下，这样子就能做出来。那做完之后，内部的地方我们可以不用理它，那这里头型的地方我们再把它显示出来。它是整个会盖掉的，我们最后再来做结合的时候，那这边的特征就不见了。那这里呢身体就做到这里咯。接下来呢要做手与脚的画法。那这里手呢是不对称的，所以我们要画2次。那这边我们先画一个边界的填料，画出这样的一个外形出来。那这里呢我就让大家看一下它的草图是什么。一样都是参考草图图源把它做出来的。像这样的一个形式，这样把它做出来。做完之后呢，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可能不是我们要的位置，我们去移动它的位置。那这边呢就注意一下，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一样都是没有去合并结果的，所以它都是一个多本体的形式，方便我们去做一个比例的缩放以及移动。这里呢，另一只手的做法呢，我是用复制的，那我就没有再画第2次。那复制完之后，那这里呢，我用本体的移动以及复制呢，去改变它的位置。那这边有兴趣的可以去参考多本体的技术篇那里都有详细的解说。那我就是把它移动成这个样子所以两边是不对称的，但是呢我没有画另一个边界填料，我是使用近色那再把它移动的那所以多本体呢在这一块是非常轻松的。那这里呢我就要画出了它的手指的地方那这里呢一样跟做耳朵的方式是一样我们先做一个伸长填料，两侧再做圆顶那这边就是做法一样，那我就直接跳过两侧都一样。那这边呢我们的手指一边上一边下那这边让大家去尝试那外形一样是参考草图图源。做完之后呢，我让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再做一个圆角的修饰外形像这个形式让它修饰起来，整个外形呢就会比较圆滑一点那这里呢我们再做一次的结合，让它这边整个呢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像这样子把这边的手、身体以及头部全部结合在一起。那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实体就是一个了这里全部都是被结合在一起的并且再把耳朵上面呢做圆角的修饰，那整个外形会更漂亮一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出脚的地方，那脚的地方一样做出了边界填料。那做出来之后呢因为脚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用近色的，所以我们只需要画一边就可以了。这边让大家看一下它的草图是这个形式
给大家看一下。那这边呢，你如果画起来比例或是角度不是你想要的没关系，你可以再用本体移动复制呢来移动它使用了多本体的技术呢来更正它是蛮轻松的。那这里呢，我们做出了除料除料的用意呢，就是要把它这里的脚趾头给做出来。那这里是蛮轻松的，用伸长除料。那这边呢就是不另外多说这是比较基本的地方。那我们切割完之后呢，我们再做一个圆角的修饰让它整个是比较圆滑一点的。那这边为什么会做2次呢？因为我们在做 3D 列印的时候，会希望底部至少有一个平面，所以第2次的除料呢，我是让它这边呢稍微修了一个平面出来这样子呢，我们会在列印的时候会更顺利一点那这里呢，我们再移动一下我们想要的位置，它可能位置不是我们最终想要的稍微把它偏移一点。最后呢，我们再来做近色的动作那这边另一边我们就不用再画了那这样子呢，我们的手与脚就已经完成了。那大家先尝试到这里咯。最后呢，我们要做出尾巴的地方。那整个外形呢，尾巴是相对是最简单的，我们使用伸长填料，再用弯曲就做出来了。那这边呢，我们就是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我们就使用伸长填料做一个平面的尾巴出来就好了。那这边有人可能会想说，那这里它有一个弯曲嘛，有一个曲线可能会想说要用曲面建模的方式做出来那这边其实不用想的那么复杂，我们做完之后记得不要合并结果，我们使用弯曲指令，让它整个是可以做弯曲的动作像这样子。那弯曲完可能位置不是我们想要的没关系记得你刚刚是没有合并结果的，所以这里呢是有4个实体，所以我们可以移动这个本体。那我们移动到我们想要的位置之后呢，来看一下像这样子尾巴很轻松被我们移动出来。那记得这里呢会稍微让它有一点干涉不要跑得太出来，因为这样如果跑得太出来，我们在3D 列印的时候尾巴容易会断掉所以尽量让它跟身体有一点干涉。那干涉完之后呢让它不要太奇怪有一点点干涉就可以了。这样子呢，我们最后呢做结合跟圆角的修饰外形，像这样子。那结合完这边就我们在列印的时候就不会断掉了。那在角的地方呢，我们再做圆角修饰外形，让它整个是漂亮一点。那最终呢，我们皮丘就完成咯那这里呢让大家去尝试一下。最后呢，来总结一下关于宝可梦皮丘的画法。那这里呢，它是属于曲面建模当中算是偏简易型的但是又不是那么的容易我们需要用一点指令的技巧呢把它做出来。那其实各位我们想一下，我们刚刚所做的一些指令呢其实都不会太困难的。我们最困难的地方在于说，我们要把这些边界填料的草图画出来的时候，可能会花比较多时间但是那个地方我们又有草图图源来做辅助嘛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做的地方基本上是侧边这里，我们要去想象一下它的立体的形状。那剩下的根本就是我们照着图片去把它描出来而已，所以其实不会太困难。那这个档案呢，如果你想要的话，我们要怎么取得呢？除了我们照着这个教学呢自己画出来以外呢，未来我会提供这个档案的分享。那你就是持续关注本频道，未来你如果看到有一个皮丘的列印的档案的作品呢，你把它点进去，影片底下呢都有下载的连结。那这里呢最主要呢，我来讲解一下关于 3D 列印它会遇到的状况因为这个物件呢，它是属于脚部是偏小的，也没有平面可以使用。那列印完之后呢，它是没有办法站立的。那所以会建议你呢，再列印一个底座把它粘合在一起它才能够做一个摆饰那这边底下的地方呢，就留给各位去尝试因为这边呢是比较简易的做法那这里我们在做的时候呢记得要开木筏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把底部牢牢的粘住，以及说我们的支撑材呢，建议角度开多一点这里我是开到了35度因为第一次列印的时候会失败，尾巴的地方呢是容易失败的，这边就留给大家去做尝试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了，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